经常观赏马赛克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是一种将画面中某个区域的像素压成大色块，然后让你知道那儿有东西，却又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的科技手段。但你有没有发现，打码的码和马赛克的码它不是同一个码呀？这说明这两个看似很暧昧的词儿之间，很有可能是夏侯惇吃小葱拌豆腐，一眼清白。而且打码这件事儿虽然是上世纪90年代逐渐发扬光大于东亚社会，进而被屏幕前的各位所熟知，但事实上它却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甚至论打码的创意，几百年前那些欧洲人可能还更有节目。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就是一幅经典的被打过码的作品，想不到吧？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打码这件事的渊源，然后再深入探讨一下它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打码这个词儿就挺有意思，虽然我不知道它的起源但在数字影像时代，打码会让我轻易联想到一种对于图像代码的处理方式，还是挺巧妙的。不过据我查到的信息，打码这个词儿虽然已经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但它至今似乎都只是一个民间的翻译，没有被正式收录进字典或者词典里。另一边，马赛克原则上其实是个非常正经的词儿，因为它的本意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艺术形式。那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会用不同颜色的陶块和石头拼出图案，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马赛克已经相当流行了，权贵们都喜欢用它来装饰自己大别墅的地板或者墙壁。这些人大手一挥，发动撒币技能，什么大理石、彩色玻璃，甚至是贝壳，还有各种珍贵的宝石，全都成了原材料。并且马赛克的颗粒度也越来越高，无论是人物、动物、植物还是食物，都可以拼出来，而且还是带阴影过渡的那种。离近了看，这什么玩意儿？离远了看，我靠！由于这种自成一格的审美趣味，马赛克从古希腊热销榜一直挂到了拜占庭热销榜，历经千年依旧火热。当然，这其中持久度也是关键原因。马赛克的色彩稳定度比雷226的半衰期还长，甚至以稳定著称的湿壁画都望尘莫及，此为一胜。其次，由于是直接镶嵌的，马赛克不会轻易脱落，并且就算脱落了也可以轻松修复，相比于修复必有色差的壁画，此为2胜。最后马赛克2胜，壁画0胜，此为3胜。开个玩笑壁画也有价格更低、工期更短、细节更细之类的优势。总之，进入现代之后，由于马赛克的呈现效果与某东亚岛国的影像处理手段过于相似，二者之间也就逐渐出现了一些奇妙的融合，直到最后几乎画上了等号。比如上世纪末 Photoshop 往自己的图像处理库里加入了一个新的效果，就是直接沿用了马赛克这个名称。今天你直接说 Hey bro, could you mosaic that pose for me？ 对方理解起来也不会有任何障碍。中文语境显然是继承了这份词义的互通性，但巧就巧在打码和马赛克都沾个马字儿，所以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歧义。马赛克这个叫法也的确存在过，只是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其实用英文来理解会比较夏侯惇 cos 董哥，一目了然。马赛克自然就是 mosaic， 而打码其实应该叫做 censorship，也就是一种审核制度的延伸。所以这个视频接下去所讨论的都是打码这件事儿，而非原意上的马赛克。那么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打码事件就是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了。1541年西斯廷礼拜堂中，遮挡在祭坛墙前面的幕布被揭下，包括时任教宗保禄3世在内的一众教廷高层第一次目睹了这幅巨型的湿壁画。刹那间，交头接耳的人群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集体换上了这个面具。事先排演好的长篇阔论的赞扬也卡在了嗓子眼儿，只挤出一声绝望的呜咽。摩西洛伊，基督怎么变成健身教练了？这还是最后的审判吗？给我干哪儿来了？我亲爱的教宗啊，如此大逆不道的作品怎么能允许呢？我吗？
我咋知道？那老头画画的时候又不乐意让人参观。再说了，这个项目是老领导敲定的，我怎么着也得表个态吧。也是，那您说我们现在咋办？留着呗，我看老米也总挺辛苦，对吧？而且外界不是说咱们死板守旧吗？正好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反正先统一口径吧，不要左右脑互搏，让外人看笑话。那你还真别说，这幅画我咋越看越顺眼呢？就这样，保禄三世扛下了所有压力，保下了这幅极其激进的壁画。在他去世后，继任的尤利乌斯三世虽然是个逃避型人格，但也选择了维持现状。不过，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反倒愈演愈烈。许多官员都表示自己实在没有办法面对一墙的小鸡和小猫做祷告、唱圣歌，这简直就是吃披萨放菠萝，喝咖啡兑冰水，在 Taylor Swift 面前唱 Run Away， 大禁忌啊！于是，最终矛盾还是爆发了。随着1563年的特立腾大公会议收紧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监管力度，教廷也在2年半之后委任了一位画家为最后的审判进行打码工作。这个人叫啥名儿不重要，因为在这份工作之后，他便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Il Blagatone， 裤子制造者。顾名思义，他打码的方式就是为裤子里的人添上，就是为画里的人添上裤子。其实也不是裤子啊，就是一些随风飘动的很懂事儿的丝带，比如这些还有这些等等。你们如果现在去西斯廷礼拜堂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打码之后的版本，有点遗憾，对不对？不过好消息是，作为一幅扛把子级别的艺术品，临摹它的人不在少数，而一位叫做维努斯蒂的艺术家正好就临摹过，而他临摹的时间又正好是打码之前的1549年，而这幅临摹的作品又正好完好的流传了下来。OK， 准备好了吗？只能看一眼哦。骗你们的，随便看，这可是艺术。此时此刻，你们应该也看出来了，那位裤子制造者虽然经常被调侃，但他的操作可谓精妙至极，在几乎没有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满足了教廷的打码需求，可谓精打优打，灵活的打，有计划的打。这位积极处理难题却反倒被世人调侃的勤恳打工人，名叫沃尔泰拉，他的名字值得被记住。从表面来看，教廷之所以对最后的审判进行打码，是因为它的不合时宜。确实啊，在如此庄严肃穆的空间中整一堆腱子肉，换谁也难崩。要知道，在今天他们的存在或许可以用艺术性来解释，但在当年这份不合时宜是绝对客观的。再往内核里探究一下呢，这种打码其实是意识形态的延续。基督教虽然并不完全拒绝裸体，但却严格把控其呈现的形式，因为裸体必须和情色做隔离。比如创造亚当中的裸体就普遍被认为是合理的，而最后的审判中的裸体则显然有些越界了。底线在于那里面可是还有着许多没有正式拿到天堂编制的普通人呢。再深究一下，教廷是害怕这些不合时宜的裸体吗？其实也并不，教廷真正管理的是裸体应该被如何观看。说好听点，公共场景下的裸体艺术可能会向民众们传递出享乐、沉沦、欲望等等被定义为负面的价值观。说直白点，就是这些东西不能让你们这些数量庞大的普通人轻易接触到啊！干活的人就好好干活，可不能享乐上了。而权贵们呢？那没事儿，随便看，挂满整个别墅都没关系。只要你不隔3差5拍个 room tour， 或是抽几个幸运奴隶送什么豪华庄园1日游就好。知道了吗？存不存在不重要，什么人能看到才重要。那么到这里也是时候请出人类历史上最会打码的2个政权了，他们就是苏联和纳粹德国。这俩老对手其实很有代表意义，因为他们打码的方式可能并不是你我熟悉的那种往身上加几块布，或是把图像做模糊化处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方式才是反正最那啥的方式吧。
现在看纳粹德国，当时他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搞了个叫做堕落艺术的概念出来，从小胡子自己古典化、英雄化、种族化的审美观可以轻易反推。所谓的堕落艺术，说白了就是那些新潮的现代艺术。除了德国本土那些无人在意的艺术家之外，被打上堕落艺术标签的还有毕加索、马蒂斯、蒙克、康定斯基、夏加尔等等。桌面之上的理由总是带着一股蛮不讲理的冠冕堂皇，但明眼人都知道，纳粹之所以反对这些艺术，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表达过于自由了。换句话说，这样的艺术是把个人情感放在了集体利益之上。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来说，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937年，纳粹把手脚而来的堕落艺术都放进了展厅，然后故意用混乱、拥挤、带有侮辱性的方式来陈列它们，把这些作品与疾病、道德败坏、精神失常，还有种族退化等等画上等号。也就是说，纳粹打码的方式并不是不让大家看见，而是要大家只能以他们规定的方式看见。这显然比画些遮遮挡挡的丝带高级得多。另一边，苏联对于图像的治理机制其实与纳粹类似，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要不是因为战争，这两胡子大叔兴许还真能坐下来录个播客，因为他们都偏爱清晰、可识别、有秩序感的艺术，也都排斥难以控制的个性化和实验化的表达。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切图像的出现都必须承担起特定的社会意义，比如身体可以是劳动的身体、战斗的身体、建设的身体、家庭的身体，但绝不能是纯粹个人享受的身体。你当然可以狡辩说这是国家建设时期所必要的一种方式，但你看看结果呢？除了艺术方面，苏联还有另一套打码套路，堪称绝技，那便是修改历史。比如某个时刻，当你突然回想起在伏尔加河旁边谈笑风生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并试图翻开历史相册回味一番时，就会发现，人呢？我记错了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修图师手法个儿顶个儿的好，让人不禁怀疑俄国悠久的艺术文化基因是不是有一部分被集体跳去修底片了。那么这些就是打码最强大也最令我感到恐惧的力量了。诚然，打码有着它积极的一面，比如保护隐私、保护未成年人、减少仇恨、减少恐慌等等，并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接触到的几乎也都是这类规避公共风险的好码，它们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值得被肯定。同时，好码还带有一种固有的诚实性，因为它会在画面上留下几个突兀的色块，进而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里有东西，只是现在不能给你看。我们虽然无法观看，但却可以怀疑和追问。这一点可以参考某猫或者某兔这类人，他们以为打个码就万事无忧，但正是由于好码这份内在的可怀疑和可追问，那些诡计多端的自导自演才会被正义所拆穿。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其实是那些看不见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坏码。纳粹没有遮住艺术作品，而是提前种下他们代表着堕落的观念。苏联则是近乎完美地抹去了人物与事件的存在。打码最强大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让某样东西变得模糊，而是让一个被修改的世界变得无比清晰。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除了基于有限的经验，还必须依靠照片、文字、档案、他人的记忆等等这些零散的信息。所以我即便没有去过非洲，也知道赤道上有终年不化的白雪。我不可能回到文艺复兴，也清楚是米开朗基罗在那面墙上留下了杰作。相信是无比珍贵的。而一旦有人能够决定哪些信息可以留下，哪些必须消失，他所控制的就不只是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现实。一个人可以消失2次，一次是身体的死亡，一次是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存在。一个社会的错误
也可以消失2次，一次是被掩盖，一次是后来不再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被掩盖过。真到了那一天，当人物可以被轻易抹去，标语可以被轻易反转，当暴力的手腕可以被柔化，反抗的呐喊可以被静音，当贪婪成为慷慨，谩骂谱出颂歌，愚蠢化作智慧，我们用来认识世界的证据也就不再可靠了。所以真正危险的情况是某一天那些色块消失了，缺口被补上了，画面变得完整，叙事也变得清晰，而身处于这个完美新世界中的我们却再也想不起自己曾经失去过什么。